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经典动作游戏《忍者神龟3代》的汉化版。可能听见片头的 BGM， 很多小伙伴的 DNA 就动了。当年非常喜欢和小伙伴一起玩这款游戏，但是现在呢，只能单打了。角色的话，我还是选择莱昂纳多。既然是汉化版呢，咱们就看一下片头的剧情吧。现在的游戏汉化都是使用的大字体，看起来非常的舒服啊，汉化的水准也非常高。片头呢，几个神龟正在度假。看 iPlayer 直播的时候，发现他被史莱德抓走了，并且呢，史莱德把整个曼哈顿升到了空中。这个剧情我好像看过呀。大家有没有想起《复仇者联盟2》？好的，第一关，关卡的名称也汉化了。那我的主要的输出的手段就是下 A， 这一点呢，可能绝大部分小伙伴都一样啊。但是有个别的玩家当年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啊，不知道下 A， 就用平 A 打呀，真的是艰苦。3代的话和2代相比，增加了必杀技，并且呢，4个神龟，每个人的必杀技不一样。一般都管莱昂纳多叫做大龟，那大龟的必杀呢就是龙卷风，这招非常好用。打 BOSS 有的时候一个超杀能够打3下，输出很高。但是超杀掉血呀。小时候玩这款游戏呢，最常见的策略就是血量没了之后剩1滴血，一直在使用超杀呀。因为最后1滴血呢，它就不消耗了。但是那个时候也是最容易翻车的，经常是一个旋风没用出来，然后自己呢扑街了。我现在玩的呢是正版的 ROM， 那正版和咱们小时候玩的盗版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难度很低。这个可能有点反常识了，是因为当年的盗版卡带呢，在盗版的过程当中触发了卡带的防盗版机制，导致啊敌方的血量都超级的多。比如说有个别的小兵，你需要挑他6到7次，他才会挂，然后 BOSS 的血量也都非常的厚，这样就很难打。所以说正版的 BOSS 是很好打的，你可能上去4个超杀他就扑街了，这个小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。但是盗版卡带也有良心的地方，他知道触发了这个机制，导致游戏特别难。他搞了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卡带它有30个人的版本啊，这样的话就简单多了。但是啊，也有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如果你想通关的话，你可能要打3个小时啊。因为原版的话，你通关也要1个小时左右。敌方3倍的血量，你想一下吧。通关之后，你感觉这个手指啊都要腱鞘炎了，按得生疼。并且呢，有的盗版卡带更加的恶劣，可能很多小伙伴都遇到过，史莱德打不死，这个就更恶心了。我管这款游戏叫3代，但是实际上日版的标题应该是2代，它和美版的命名代际不一样，这个有一点像《三国无双》系列。第一关的 BOSS 犀牛头，这就已经闪光了。好的，扑街，快吧，这就是原版的难度啊，就是这样。但其实盗版呢也不难，你想想3倍的血量，咱们大概10到12个吧，超杀就能够打倒他了。
第二关的关卡是在水上，但是这里的水面背景做得非常出色呀，感觉它用了好多的贴图，让你看起来呢远近的水面移动速度是不一样的。这款游戏出品于1991年，算是红白机的末期了，所以说画面也是挺出色的。但是啊，同屏人数多了还是会拖慢，并且有闪烁的现象，这是红白机的机能决定的。那近年呢，出品了一些新的红白机游戏，并且呢也推出实体卡带，但是他们这种卡带啊都采用了特殊的芯片，画面效果呢看起来比原来的游戏好很多。这种电水母啊是能打的，这也都是分数啊。游戏应该是5万分奖1条命。我背板啊已经背不清楚了，刚才站到了敌人出现的位置上，这就是打得准不如我接得准啊。之前我应该录制过这款游戏的英文版。打完这2个小飞机，那第2大关的上半部分就过了，下半部分呢要到潜艇上来。这个场景很有趣啊，因为敌方会出现一些机械敌人，比如说这种火炮，下边其实还有机枪。火炮的话呢，咱们可以占安全位来 A 它。机枪在那儿控制你的移动范围啊，但是一会儿咱们可以绕后。它的弱点就是菊花呀。玩这种怀旧游戏的时候，尤其是这种可以双打的，可以2个人一起玩的，你就尤其想念当年和你一起玩的小伙伴儿。非常可惜啊，那样的日子回不去了。忍者神龟系列应该是要有新作了，这个新作2、3年了，怎么还没发售啊？我也等了好久啊。看预告的话，好像还能够使用艾普利尔。这种火炮的分数很高，但是真的扛打呀，需要 A 10几下。咱们挑人的时候呢，刀尖儿前方还有一段攻击判定，也就是说它的攻击判定呢比贴图要长一块儿。所以说这招的性能是很优秀的，并且呢攻击力也很高。偶尔呢你会遇到普通的小兵一下挑不死的，后面的精英怪呢有些需要挑3到4下。所以当年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一些精英怪啊，咱们玩盗版的时候，有小伙伴表示这个怪我挑了7下，吓到他了。我的血量现在是3/4吧，感觉能浪一下。这款游戏速通的话，肯定就全程使用这个。好的，第2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公牛怪。好的，他冲刺之后啊，惯性很强，所以可以多 A 几下他屁股。然后呢，利用你龙卷风优秀的歪轴范围去打他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原版真的是简单啊。第3关啊，第3关的战场啊，布鲁克林大桥。这个桥我已经记不起来啊，在我玩过的游戏当中出现过多少遍了。
这关的难度呢，明显比前2关要高了。这个游戏综合素质真的是不错啊，不管是它的关卡设置，还是难度曲线的控制。当然了，我指的是原版啊。好，出现了精英怪，这个怪啊 ，AB 收了2个，这就是比较理想的结果了。咱们这样打的话，需要4角啊。其实这个方法呢，是我当年玩2代的时候打第1关 BOSS， 就使用跳脚。诛灭人，这个货有好多手雷啊！不要钱吗？这已经不是扔手雷了，这属于轰炸呀。好，这个地方咱们利用一下游戏的一个 bug 吧，就是这个位置呢 ，AI 是到不了的，它走不过来，所以说咱们会占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。这个位置站得不准的话，敌人偶尔可能会打到你，但是无所谓啊，毕竟大部分时间都是安全的。给了我一飞毛，卡一个位置。哦，这个铁球要小心一点。之前我录制过一款《忍者神龟格斗》的重制版，里边呢就加入了对面的小兵。大脚帮的小兵啊，大脚帮的小兵呢，其中一招就是不断的扔出这个铁球，几乎无敌啊。好的，小 boss， 小 boss 是这只变异龟，变异龟不抗打呀。打完它之后呢，有披萨吃，这样的话就满血了。这关的流程比较长，所以说给了咱们一个补血道具，这点还比较合理吧。触发这个 bug 的时候呢，咱们尽量先往下站，然后慢慢往上微调。位置不错，我就是不出去啊。这里其实是可以把敌人挑到桥下的，但是你既然挑敌人了，他肯定就挂了呀。在上边在下边一样，不像是双截龙之类的，把血量很厚的敌人打到下面去，这样非常的省事。前方的道路又比较窄，那肯定啊，在这地方又会有什么幺蛾子。一个人玩啊，有的敌人我就会错过了，打不了。2个人的话，一人对付1个就完事儿。好，前方能够看见 BOSS 战了。这个地方咱们在横轴接近，然后挑他就可以了。Y轴的话，你拼不过他的，他 Y轴的攻击范围比你要大。哎，扁了这，哎，别砸了，够扁了，过分了啊 ！BOSS 战。诛灭人，这个咱们就卡一个无敌位了。哇，这个货毕竟抗打，我剩4滴血了才把他干掉。这是神龟们的飞艇。第4关，纽约城飞起来了。游戏的流程一共是8关，但是后面3关的流程比较长，这样我可能会分2期啊。其实我原本打算分3期的，因为
就是像我之前说的，那小的时候通关一次3个小时，手指都麻了。那现在玩这个游戏呢，半个小时左右是我极限了。不管是这个手的疲劳程度，还有注意力，感觉半个小时极限了。小的时候一玩啊，玩的满头大汗，玩几个小时无所谓啊，精力都是在这游戏上。但是现在不行了，你到了这个年纪呢，心里的事情也多了，没办法，玩着玩着呢就溜号了。这个东西就很怪啊，它和小的时候是反过来的。那小的时候上课，经常上着你就溜号了，去想游戏去了。那现在呢，玩这游戏，经常玩着你就溜号了，去想工作去了，去想你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破事儿去了。这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啊！哎，这连续2个敌人啊，一下子都没挑起来，给我上难度了是吗？正常呢，大脚帮这些小兵应该一下就挑起来，或者呢平 A 2下。回旋镖的敌人，其实呢，我是比较讨厌那种会飞扑的或者会冲拳的，他们走位啊太飘忽了，倒不是说多难，而是你想把它干掉呢，需要进行走位，比较浪费时间。给井盖给他打回去。出现了拿远程道具的敌人，精英怪啊，给他一个 AB， 一滴血收了2个精英怪，其实还是比较划算的。他回旋镖这招啊，收招的时间太长了，足够我走到他身后去。感觉还是2龟的机动性比较好，毕竟他的大招呢是来回的穿。这是会飞扑的敌人。这个敌人经常你往他身旁一走，他就后撤了，就远远的等着就可以了。哎，抓了我一下。我感觉这款游戏不管怎么打，它都是会有损耗的。这如果谁能打无伤，我真的是佩服之极啊！捅，哎，这个捅的攻击方式就是把你套住啊。但是你千万不要被他套住啊，尤其是我不习惯被套住，感觉不舒服。所以说能躲呢就尽量躲，而且刚才啊2个。这次呢，趁他把井盖扔出之前就挑了。哦，这个敌人打完就应该是地下的阶段了，进地铁站了。看这个刀尖的攻击范围非常的广。
这个敌人啊，他扔的手里剑是2个方向，有一点对空效果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我想跳跃攻击呢，还需要考虑一下。不要被砸到。这里马上就是 BOSS 战，打几个小兵。这关的 BOSS 是地鼠啊，这应该是整个游戏当中最简单的 BOSS 之一了。打它是有站位的，就是利用它的攻击范围要小于它的贴图。我感觉这个 BOSS 啊，它的攻击判定做的有问题，所以说就被咱们别有用心的玩家利用了啊。好的，来了，把它逼到角落，先壁咚它啊，然后一下一下的摸。看一下，还挺配合。对，就这样啊，游戏进入了回合制。如果你快一点放的话，还挺鬼畜的。就他 A 你的这一下啊，他的攻击判定非常的小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 A 他，但是注意节奏啊，这下节奏如果掌握的不好呢，BOSS 会使用其他的攻击方式，放光波来打你啊，那招的攻击范围很大，肯定会打到你的。这个 BOSS 现在就已经很抗打了，不是4个超杀就能收的那种脆皮了。好的，干掉了，简单吧？特别简单，感觉它的简单程度和猪面人也差不多。第5关下水道，忍者神龟怎么可能没有下水道的场景？这关呢也是2个 BOSS， 一个小 BOSS， 一个大 BOSS。大 BOSS 啊，可能是游戏的前半段最难的 BOSS 了。这是很多小伙伴当年的噩梦啊，就是那只鳄鱼。鳄鱼的攻击方式，甩尾的那一下，攻击范围特别大，很难躲，而且呢出招快。出招的时候呢，它还会移动，导致攻击范围更广。当年打这个 BOSS 啊，非常艰苦的小伙伴可以举手了。但是咱们先要打一个机器老鼠。分数快30万了，又降命了，7条命了，7条命应该够浪了。这个地方会出现敌方的飞行敌人啊，这个敌人啊，就像炸弹一样啊，他瞄准你之后呢会扑你，但是他的攻击范围很窄，威胁不大，并且呢也比较脆，一脚就能踢爆，一脚踢爆了2个。分数还不少。刚才30万，现在快31万了。过了这个斜坡，应该就是 BOSS 战了。这款游戏还是走位重要啊，很重要。
出现了会滑铲的敌人，我幸亏不是老虎啊！我如果是老虎，可能就交代这儿了。一个滑铲我都接不住，别说3个了，是吧？这个地方有一个老鼠洞，小心一点啊！最好能把它堵住啊！先堵第一个点。第一个点掌握住了，第二个点，这等于我一次性把握住了2个点啊！有没有第3个了 ？BOSS 战，这个 BOSS 直译呢是母老鼠，我差点说米老鼠啊！它能吐出小的机械老鼠，哎，咬我手了！开场 A 他那几下，咱们占尽了便宜啊！这怎么连母老鼠的便宜都占啊？单身太久，哦，这里出现了几个敌人，这是挑了3下都没了。一会儿啊，咱们会进下一个场景。这个血量不用担心，有披萨吃。但是到 BOSS 的时候就需要担心一下，难度实在是有点高啊。说完了不用担心血量啊，这里打的有点浪了，连续被小兵打到。啊，我掉下来了。那本关的 BOSS 呢，我又摸索了一个打法呀，和我之前录制英文版的时候打法不一样。这个打法我感觉更加的合理一点，效率也更高。BOSS 呢，基本上就是3招，一招是甩尾，这个通过走节奏可以和他周旋。开枪那招比较简单，最难对付的一招是冲刺过来抓你。咱们可以挂到水沟的边缘，或者把它 A 下来，或者呢跳跃躲避。好的 ，A 一下走位就躲这个尾巴呀。当年有多少小伙伴啊，就挂到这个尾巴之下了，实在是很难躲呀。可以掌握好节奏啊 ！A 一下就跳，一边跳呢一边走歪轴。这个获血量还是比较多的。BOSS 呢都是3个形态，普通，然后闪红光，最后快速的闪光。快速的闪光呢就是快挂了。我走位有点太小心了，有的时候呢 A 不到他，但无所谓啊，不要被他 A 到就可以了。这个鳄鱼啊，很多小伙伴的童年阴影，太强了啊！打这么半天还没闪光，哎，咬我，要咬我！闪光了，闪光了，我被打中一下。我这个角色 AB 打他是真的不好用啊 ，AB 完了下来很容易挨抽。好的，他快挂了。平 A 的攻击力其实也不低呀，打起来也比较有效率。又被抽了一下，有点急于求成了。好的，摸他的节奏要准，这样他很快就坚持不住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《忍者神龟3代汉化版》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